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女人过了50岁，出现了这6个征兆，是老天在渡你，晚年大幸。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时期都承载着特有的价值和考验，特别是当我们跨过50岁的门槛，我们便步入了一个崭新的生活阶段。在这个阶段，许多微妙的变化正是上天以他独特的方式向我们发出的信号，引导我们学会如何更好地享受余生。50岁之后，我们的人生往往达到了事业和家庭的高峰，同时这也是一个自我审视和调整的关键时刻。以下这6个征兆，只要你有，恭喜你，老天在特意渡你，在为你铺就通往美好晚年的康庄大道。征兆1，世事繁杂，你却开始学会断舍离。人到中年，学会断舍离是人生中一门重要的课程。学会断，就是割舍那些不再有益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纠葛；学会舍，就是摒弃那些陈旧破损的物品；学会离，就是远离那些消耗你精力的环境和场所。只有不断地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我们才能活得更加轻松自在，晚年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和安宁。朋友若琳在她50岁那年，彻底地进行了一次断舍离。她清理了通讯录中那些久未联系的所谓朋友，那些让她感到不自在的人，她都一一删除。她把那些积满灰尘的书画收藏转赠他人，不再囤积那些自认为将来可能有用的物品。她还退出了那些徒有虚名的社交圈子。经过这些改变，她的家变得干净宽敞，人际关系也变得简单明了。她感到自己焕然一新，找到了最理想的自我状态。断舍离无疑是上天赐予她的一次转变和幸运。征兆2，生活波澜不惊，你却重新燃起生活热情。曾经和丈夫起争执，一句都50多岁了还吵什么吵，让我哑口无言，感觉自己被说得无地自容。和孩子们交流，一句妈妈你又不懂，就把我无情地划分到了中老年的行列。不知不觉中，我们似乎习惯了将就，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好像活着就是我们唯一的目标。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期待明天的来临，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开始寻找新的生活乐趣，那么恭喜你，晚年的幸福正悄悄向你招手。今年52岁的同事阿玉就是这样。几个月前，她报名参加了一个瑜伽班，每天都是满脸笑容，整个人的气质都焕然一新。50多岁了，不畏惧年龄的束缚，勇敢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乐在其中。现在这样的女人越来越多，她们觉醒后都在慢慢地尝试着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物。征兆3，未来依然成谜，你却不再畏惧。年轻时，我们常常对未知的未来感到既害怕又向往，担心自己不够出色，忧虑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害怕家人遭遇不测，恐惧孤独地度过余生。然而，当岁月流转，我们跨过50岁的门槛，那些曾经的恐惧是否还如影随形？当你开始摆脱这些忧虑的枷锁，正是美好晚年的序曲。我小姨妈年轻时经常忧心家人，偶尔孩子成绩不理想就担忧孩子的未来，丈夫一出差就担忧丈夫的安危。步入知天命之年，她不再为日常琐事忧心忡忡，不再为子女的终身大事操心，也不再因为丈夫离家的几天而坐立不安。她花时间追求自己的爱好，学习插花，畅游山水，与老友闲话家常，心中无惧，老来安乐有余。年过半百，若是依旧能保持一颗无畏的心，上苍怎会不赐予他一个幸福和宁静的晚年呢？征兆4，
家庭关系出现波动，却逐渐趋于平衡。50岁以后，家庭生活也会经历一些起伏。孩子们长大成人，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父母的健康也可能开始出现一些小问题，夫妻之间的相处方式也需要重新调整。这些变化经常让我们感到焦虑和不安。但当你看到这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时，或许会意识到，这其实是生活给予你的考验，一种成长的机遇。家庭的起伏是人生的一部分，它检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耐心。通过这些经历，我们学会了更有效的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技巧。生活通过家庭关系的调整，让我们明白，家庭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维系家庭和谐的秘诀在于相互的理解和宽容。当你感觉到家庭关系慢慢恢复平衡，那意味着你已经在这些挑战中成长了。你掌握了处理家庭问题的更好方法，能够在复杂的关系网中找到那个平衡点。这不仅让你的心灵更加宁静，也为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温馨和幸福。生活以这种方式，让你在晚年享有更加稳定和谐的家庭氛围，这是值得珍惜福分。征兆5，遭遇意外小病，却逐渐康复如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病小痛，其实往往隐藏着重要的讯息。步入50岁之后，或许你会发现自己时不时会有些小毛病，但幸运的是，这些小问题总是能迅速好转。这其实是生活给你的一种温柔提醒。这些小病并不是预示着更严重健康问题的征兆，它们更像是身体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要关注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状况。是上天在用它独特的方式，告诉我们健康是无价之宝，需要我们细心照料。面对这些小病小痛，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保持规律的作息和均衡的饮食，就能有效地减少重大疾病的风险。每一次从这些小病中恢复过来，都证明了我们的身体拥有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生活通过这些小插曲提醒我们，即使岁月流逝，只要我们愿意用心照顾自己，晚年的生活同样可以充满活力和健康。这不仅是上天对我们的提醒，也是对我们坚韧生命力的一种肯定。征兆6，职场压力减少，生活重心转向兴趣爱好。50岁之后，很多人开始感受到职场压力的减轻。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逐渐退到生活的边缘，减轻了工作上的负担，生活的重心慢慢转移到了那些我们曾经热爱却不得不搁置的兴趣和爱好上。这时，你会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寻那些曾经被忙碌生活所掩盖的激情。当你开始从职场的重压中解脱出来，这是命运在为你铺设一条通往更美好晚年的道路。现在，你可以尽情地将时间投入到那些真正让你心动的事物上，无论是旅行、阅读，还是手工艺，这些都能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彩。追求兴趣爱好不仅能够为我们的晚年生活增添色彩，还能带给我们内心带来满足。上天通过减轻职场的压力，为你打开了一扇窗，让你有机会重新审视生活的真谛，寻找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热爱。这样的转变，既是对你一生辛劳的奖赏，也是你享受宁静晚年生活的关键所在。50岁之后的生活，是对前半生积累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老天通过一些现象，给了我们许多珍贵的启示，这些都是老天在度你，帮助你在晚年获得更高质量生活的重要信号。珍惜这些变化，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晚年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充实。中年女人过了50岁，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越来越多。在这个阶段，她们已经度过了青春的激情岁月，逐渐进入人生的成熟期。与此同时，
中年女人也会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困难和不幸。中年女人过了50岁，最大的不幸是缺失这3张底牌，希望你一个都不缺。第一，金钱，余额丰厚，多自尊。金钱对于中年女人来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生活的支撑，更是安全感的来源。在这一人生阶段，如果一个女人遭遇了经济上的挑战，她的日子就会变得异常艰难。当一个女人失去了工作，或者退休后发现自己的退休金不足以支撑生活，她可能会感受到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这种情况下，她就会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孤立无援，自尊心也会受到损害。相反，如果一个女人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足够的储蓄，就能享受到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内心更加自信有尊严。因此，步入中年，我们要积极储蓄，确保自己的财务状况稳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从容，活得更有底气，更有尊严。第二，健康，身体无恙是王牌。健康对中年女人来说至关重要，正如这句老话所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这个人生阶段，保持健康无恙，就是握有一张强大的王牌。没有健康的身体，再多的梦想和抱负都难以实现，一切努力都可能变得徒劳。对于过了50岁的女人来说，健康更是我们应对生活压力和挑战的有力支撑。相反，如果健康状况不佳，身体和心灵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如果一个中年女人患有慢性疾病或者体质羸弱，她就可能会感到疲惫不堪，无法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然而，如果一个女人能够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就能积极参与到各种活动中去，享受生活的乐趣，变得更加自信和快乐。只有在中年时期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到了晚年才能真正享受到幸福的生活。第三，伴侣，夫妻契合安余生。在中年女人的生活中，夫妻之间的契合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未来的幸福。一个理解和支持她的伴侣是中年女人最大的财富之一。如果一个中年女人的伴侣不尊重她的价值观，不支持她的事业或与她沟通不畅，她一定会感到孤单、被忽视和不满足。可如果一个中年女人的伴侣与她相互支持，共同成长，她就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稳定和幸福的家庭。这张底牌要从中年阶段用心经营，该止损的时候及时止损，该换人的时候及时换人。中年女人过了50岁，最大的不幸是缺失金钱、健康和伴侣这3张底牌。这些底牌的缺失可能会使中年女人感到无力、无助和不满足。如果一个中年女人能够在这些方面保持稳定和充实，就能够度过这个阶段，过上丰富、充实和幸福的生活。总的来说，女人过了50岁，一定要注意这7点，否则晚年会很悲凉。1. 一定要注意查体，尤其关注妇科方面的疾病。表姐在55岁那年，不幸被卵巢癌缠身，经历了3次手术的磨难，真是受尽了煎熬。现在虽然恢复的还算可以，但她的身体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健壮了。表姐一生坚韧不拔，性格火爆，从不让自己有片刻的闲暇。她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得面对一个刁蛮的婆婆和一个缺乏主见的丈夫。然而，为了她的孩子们，表姐总是充满了力量，心中充满了希望，期待着孩子们完成大学学业，期待着他们步入婚姻的殿堂，期待着能够帮忙照看孙辈。然而，当她回顾自己的一生，总是忍不住叹息。在生病之前，她总是自信满满，认为自己身体强健，这样的大病怎会降临到她头上呢？
但一旦降临，就无法逆转了。更年期前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许多变化，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晚年打下坚实的基础。2、学会处理与儿女的关系，尤其是儿媳女婿的关系。到了50岁左右的年纪，孩子们通常面临着毕业、求职，甚至结婚生子的重要时刻。这时候，作为父母，我们应当适时的放手，尊重他们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权利和选择。记得看过一个短视频，婚礼当天，婆婆紧紧依偎在儿子身边，母子情深，而新娘却显得有些局外人。这种场面让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这样的家庭关系怎么可能和谐呢？心理学家西尔维亚·克莱尔曾经说过，父母对孩子的爱，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让孩子尽早独立，从你的生活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父母的爱就越成功。英国心理学家西尔维亚也提到，世间所有的爱都旨在相聚，唯独父母对孩子的爱，其最终目的是分离。的确，分离是关键。处理家庭事务或许复杂，但解决的方法却可以很简单明了，那就是与成年的子女保持适当的距离，特别是在情感上。我们要明白，孩子们和他们的伴侣才是他们未来生活中最亲密的人，他们将共同携手走过余生。而我们作为父母，只是陪伴他们成长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作为过了50岁的女人，作为母亲，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觉悟。只有这样，我们的晚年生活才能和谐美满，内心充满平静和喜悦。3、重新经营好自己的婚姻，晚年还是原配老伴好。心理学家武志红在他的著作《家为何伤人》中，深入探讨了一个普遍存在的家庭问题：当夫妻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时，母亲往往会将更多的情感倾注到孩子身上，导致母子关系超越了夫妻关系，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家庭矛盾。特别是当这个孩子是儿子时，问题往往更加复杂。我们常听说的妈宝男和婆媳矛盾就是由此而来。实际上，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夫妻关系的缺失。许多女人在婚姻中受到伤害后，心中始终无法释怀，她们既无法决断离婚，又无法心平气和地继续生活。这种矛盾的心态最终折磨的还是自己。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只有2种选择，要么果断离婚，要么努力修复关系，好好生活。那么，如何修复一段关系，让夫妻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呢？其实，50岁左右是一个绝佳的时机，总得有人率先跨出那一步。表姐的一场病让表姐夫深刻感受到失去她的可能性，从而促使他发生了改变。起初，表姐对他的笨拙和在病房中的举止感到不满，还经常提起过去表姐夫的种种不是。但在2个孩子的劝说下，他终于放下了过去，开始向前看。如今，他们相互扶持，成为了真正的老来伴。孩子们在外工作也更加安心，每天都能平和地度过。我们不必非要经历一场大病，才能迈出改变的第一步，总得有人先觉醒，率先行动起来。4、赡养老人重在孝心，别把身体累垮。当我们迈入50岁的门槛，承担起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变得尤为艰巨。此时，大部分女人的父母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活力，甚至需要依赖他人来完成生活日常。南怀瑾先生曾经这说过：百善孝为先，圆心不圆寂，圆寂贫家无孝子。他告诉我们，孝顺的本质在于内心的真诚，而非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真正的孝子是那些内心深处渴望尽孝的人，而不是那些只在形式上表现得完美无缺的人。在追求孝顺的过程中，
我们不应该被他人的看法所束缚，也不应过度劳累自己。生活中，许多女人默默无闻地照顾着长期卧床的父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自己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当父母最终离我们而去，自己也因过度劳累而病倒。5. 亲戚朋友少往来，莫攀比。在这个时代，网络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那些已经步入50岁门槛、退休在家的人来说，他们拥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自然而然，老同事、老同学之间的聚会、聊天、旅游活动变得频繁起来。表面上，这些活动充满了欢声笑语，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人们在言谈之间，内心深处往往还是难以摆脱攀比和计较的心态。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更何况是那些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人们聚在一起。罗素曾经说过一句话，发人深省：乞丐并不会妒忌百万富翁，但他肯定会妒忌收入更高的乞丐。与其参与那些低质量的社交活动，不如选择静心独处，整理自己的居所，让心情变得愉悦，亲手烹饪美味的菜肴，滋养自己的身体，与伴侣平心静气的交流，让家庭氛围更加和谐，减少无谓的争执。这些简单而真实的生活，比起外出与他人交际，更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倘若在社交中受到一些不良影响，回家后引发家庭纷争，那更是得不偿失。6. 好好为自己存一笔养老钱。这个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而且不要把自己的老底告诉子女，不是防着孩子，而是这样对双方都好。早早地告诉子女，子女可能就会想换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向父母张口借钱，但是这些原本是没必要的支出，反而可能会让以后的生活紧张，尤其年纪大了，万一生病需要用钱，怎么办呢？也不要学着有些人天天出去旅游，偶尔出去玩玩，陶冶身心当然好，但是总在路上，身体吃不消不说，要是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在路上穷游，那真是没必要。不如好好为自己存一笔养老钱，过好每一个当下的日子，舒适的等待未来的日子。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既然活着，就要做好规划，这样才能有保障，让每个日子都能起舞。7. 要有自己的居所，不和儿女同住。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年纪大了，与子女的生活习惯不同，尤其是与儿媳、女婿在一起生活的话，摩擦甚至矛盾就会增多。能够用空间距离隔绝的问题，一定要避免。即便帮子女带孙辈，自己的房子也不要卖掉。几年前，邻居张姐老两口要去帮独生子带孩子，儿子说让他们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凑钱换大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张妈想着，等孙子上学了，还要一直接送，家里的房子应该是住不着了，就依了儿子。可如今很是后悔，尤其是如今亲家都退休了，还常去看外孙。本来矛盾就不少了，现在加上亲家一掺和，更是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了。想再买房子，钱都贴补儿子了，根本不够，就想着出去租房子住了。《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有一句话，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意思是说，天下之大爱就是父母爱孩子的那种爱，父母爱孩子就为孩子的长远考虑。而如今孩子成年了，即将步入老年的我们，更应该为自己计深远。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安享晚年。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期节目见。